外星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脑子里外星人的样子都是别人塞给你的。科幻电影里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外星人形象，大眼睛、小脑袋、细长四肢，没有一个是从宇宙真理里推导出来的。他们是地球上的人类拿着粘土和画笔花了几个星期捏出来的。那些你脱口而出的外星人长相，不过是好莱坞化妆间的产品。每一部科幻电影上映，全球数十亿人看完后自信满满地说，外星人大概就长这样吧。可问题来了，如果我们从小到大看的外星人都是人类穿着特效服装扮演的，那我们对外星生命的想象到底是宇宙真相，还是一面哈哈镜？每日助眠1小时，我是睡与深空。你觉得外星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评论区我们聊聊。外星人长什么样？人类想象的极限就是自己的脸。E.T. 斯皮尔伯格1982年的《埃康》，那个大脑袋、短脖子、发光手指的家伙。电影的特效总监后来亲口承认， E.T. 的面部设计参考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老年时的照片，以及一位4岁小女孩的脸。把这2张脸混在一起，用粘土捏出来，就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外星人。没有任何宇宙生物学原理，没有任何化学或物理约束，就是一个聪明的老头加一个孩子。再看异形，1979年雷德利·斯科特创造的宇宙怪物，被认为是最恐怖、最冷酷的外星生物设计。但它的原型同样来自地球，昆虫的外骨骼、爬行动物的关节、鲨鱼骨架的解剖结构。设计师从骨骼标本和昆虫图鉴里找灵感，最后捏出了一个地球上最让人不安的动物特征的合体。你看完异形后感到恐惧，不是因为它来自宇宙，而是因为它精确地唤醒了人类对昆虫和骨骼的原始恐惧。这2部电影加起来，影响了全球几十亿人对外星人应该长什么样的直觉判断。而他们的原型，一个是老人加小孩，一个是昆虫加鱼骨头。这不是巧合，这是规律。从《阿凡达》的纳美人，到独立日的外星飞行员，从降临的7只桶，到各种 UFO 目击视频里描述的类人形态，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银幕和目击报告里看到人类身体的变体。5根手指直立行走，2只眼睛，1张嘴，这些地球人类的身体配置被我们反复投射到宇宙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不是在想象外星人，我们是在给人类穿不同的皮肤。人类的大脑无法想象它从未见过的东西，大脑处理信息的基本方式叫模式匹配。当你看到一张陌生的脸，大脑并不是凭空创造出一个全新形象，而是快速扫描记忆库，找到最接近的已有模式，然后进行微调。这个过程快到几乎无意识，所以我们觉得这是想象，其实是拼凑。你以为自己脑海中浮现了一个外星人，其实你是在用1000张地球照片做了一次快速的图层叠加。这个局限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认知边框。你的认知边框由你这一生所有的感官输入决定。一个从未见过章鱼的原始人想象不出章鱼触手。你的想象力永远跑不出你的经验圈。所以当人类面对宇宙中的生命这个课题时，
面对的是一个本质上无法解决的困境。我们只有地球一种生命的样本，这就像你只听过一种音乐，然后被要求想象宇宙中的音乐。你也许能加上一些奇怪的装饰音，但曲调大概率还是那个调子的变体。地球生命形式就是我们全部的参照系。如果我们暂时跳出想象，转向真正的宇宙数据，一个更令人不安的事实浮现出来：按照宇宙的尺度，类人形可能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生命形态，罕见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宇宙有大约138亿年的历史，银河系有2000到4000亿颗恒星，可观测宇宙中星系的数量在万亿以上。光是银河系中就估计有至少100万个类似地球的行星。这个数字不是猜测，是基于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多年观测数据的保守估算。138亿年，这意味着在地球形成之前，宇宙已经运转了将近90亿年。在这段时间里，足够让任何物理上可能的生命形态有充足的时间演化、变异、灭绝、重来。如果外星生命存在，它们的演化历史可能比地球生命更长、更曲折、更难以预测。但我们想象出来的外星人永远有2只眼睛。为什么？因为地球上的脊椎动物，从鱼类到哺乳动物，都继承了一个叫双侧对称的早期发育程序。这个程序在寒武纪大爆发时期就固定了下来，然后地球上99%的脊椎动物后代都沿用至今。这是地球特有的历史路径，不是宇宙的必然。值得庆幸的是，有一批真正的科学家并没有被好莱坞绑架，他们用物理定律和化学原理真正推演过外星生命可能的样子。比如 NASA 的喷气推进实验室曾经资助过一个项目，叫外星生物设计学。科学家们基于不同行星的重力、大气成分和温度，推演出了一系列理论可行的外星生命形态。其中有一个提案描述了一种生活在气态巨行星云层中的生命形态，它们没有固定的形体，像一团团漂浮的巨型气球，通过调节内部气体密度来控制升降，以闪电释放的化学能为食。这个提案没有2只眼睛，没有4肢，没有人类身体的任何特征，但它在物理上是完全可行的。还有一个更极端的推演，如果生命以硅为基础而不是碳，会怎么样？硅和碳是同族元素，化学性质有相似之处，但硅的化合物普遍更僵硬、更不稳定。那个星球上的生命可能看起来像晶体结构一样的东西，缓慢地生长、移动、反应。整个生命节奏可能比地球慢上1000倍。在那里，一天可能是我们的1年。这些推演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和电影里的外星人一点都不像。真正的外星生命可能不是另一种人类，而是我们语言和概念里根本没有对应词汇的存在形态。地球生命的多样性已经够外星了。在开始想象外星人长什么样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思维实验，把地球上最极端的生命形式摆在一个人面前，他会觉得这是地球生物，还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答案很可能让他意外。地球，这颗我们以为已经足够熟悉的蓝色星球，
其实藏着大量超越人类日常认知的生命形态。它们不需要阳光，它们自带灯具，它们能在沸水中游泳，它们甚至在太空真空里安然无恙。每一种听起来都像是科幻小说里的设定，但它们真实存在，就在我们脚下的海洋里、洞穴里，甚至国际空间站的外壁上。如果地球都能进化出这些，那宇宙里的生命边界究竟在哪里？让我们从深海开始，那里是阳光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在数千米深的海底，水压可以把钢铁压变形，温度接近冰点，周围一片漆黑。1977年，科学家在太平洋加拉帕戈斯裂谷的深海底部发现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场景。热泉口周围簇拥着密密麻麻的生物，巨型管虫有3-4米长，血红色的羽毛状触手在海水中飘动，雪人蟹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蛤蜊和贻贝的数量多到难以计数。这是一片在黑暗深渊里欣欣向荣的生态系统。更惊人的是，这些生物的生存方式，它们没有阳光。那么能量从哪里来？答案是化学能。热泉口喷出的高温液体中含有大量的硫化氢、甲烷等化学物质。嗜热细菌以这些化学物质为能量来源，利用化学反应而非光合作用来合成有机物。换句话说，这套生态系统完全绕开了太阳，它不需要光，不需要光合作用，不需要绿色植物，能量来自地球内部，来自化学反应的漫长积累。这个发现的意义远超生物学本身。一直以来，人们判断一个星球是否可能存在生命，重要标准之一是它是否在恒星的宜居带内。但深海热泉口的生态系统告诉我们，能量可以来自别处，生命可以在完全的黑暗中繁荣生长。这意味着宇宙中那些远离恒星的冰冷卫星，比如木星的木卫2和土星的土卫6，它们的冰层下方可能同样藏着一片生机。如果说深海热泉口是关于不需要阳光，那么委内瑞拉溪流里的一个小生物则让我们看到了生命在视觉设计上有多么疯狂。在大自然的设计手册里，透明也许是最难实现的效果之一。生物体内充满了组织、器官、血液，每一样都含有色素和结构。完全透明意味着这些都得消失，或者用一种让光线几乎完全穿透的材料来替代。但委内瑞拉的玻璃鱼做到了，这种小鱼几乎全身透明，透过它的身体可以直接看到另一侧的岩石和水草。你能清晰地看到它的脊椎骨，能看到微弱的血流在血管中缓慢移动，甚至能隐约看到它的内脏轮廓。它的眼睛小到几乎可以忽略，在照片里如果不仔细看，你甚至不确定它到底有没有眼睛。这是大自然进化出的一种极端隐蔽策略。在清澈的山间溪流里，透明意味着敌人很难发现你没有阴影，没有明显的轮廓，你与环境几乎融为一体。对于一种体长只有几厘米、处于食物链底层的小鱼来说，这可能比尖牙利爪更有效。如果说玻璃鱼的生存策略是消失，那么深海说鲤鱼则走了完全相反的路线。它在黑暗中发光，而且是高调的发光。在漆黑一片的深海里，
头顶上悬挂着一盏精巧的灯笼，这盏灯笼由皮肤褶皱构成，内部住着数以10亿计的细菌，欲为这些细菌提供营养和稳定的环境，细菌则负责发出生物荧光，两者形成了一菌。这盏灯的亮度足以在几百米的黑暗中照亮周围的环境，吸引猎物游入口中。当它遇到雌性时，会用嘴咬住雌性的身体，然后释放一种酶，慢慢将自己的组织与雌性融合。它会失去自己的眼睛、嘴巴，甚至大部分的内脏，整个身体变成雌性体表的一个小小附属物。从此，它完全依赖雌性提供的营养生存。一只雌性身上可能融合着多只雄性，它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分开过。这种极端的共生关系，在整个动物界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例子。它是进化压力下诞生的解法。在黑暗的深海中，繁殖的机会极其珍贵。任何能让两个个体永久绑定，共同提高繁殖效率的策略，都会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哪怕代价是失去大部分独立生命。如果深海热泉口让我们意识到生命可以不需要阳光冷雨，让我们看到生命可以多么极端地适应环境，那么水熊虫则直接刷新了我们对生命韧性这个词的理解上限。水熊虫正式名称为缓步动物，是一种体长不超过1毫米的微观生物。但就是这么一个小东西，刷新了人类对生命极限的认知。它可以在零下272摄氏度的环境中存活，这个温度已经接近绝对0度，比冥王星表面还冷。按理说，任何生物都会被冻成一块玻璃一样的脆片，但水熊虫可以进入一种叫隐生的假死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它的新陈代谢降低到正常水平的0.01%，体内水分被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取代，形成一种类似玻璃态的结构，保护细胞不被冰晶刺破。当环境恢复正常时，它可以在几分钟内苏醒，继续正常的生活。它还可以在沸水中存活。在超过150摄氏度的热泉中，大多数水熊虫依然能存活。它们的蛋白质结构对高温有超乎寻常的抵抗力，它可以承受太空真空和辐射。2007年，欧洲航天局将水熊虫送上了太空，让它们直接暴露在宇宙辐射和真空中。回到地球后，部分水熊虫不仅存活了下来，还能正常繁殖。这个结果震惊了整个科学界。太空真空意味着零气压、极端低温、强烈的宇宙辐射，这3个条件几乎可以让任何已知的地球生物在几秒内死亡，但水熊虫做到了。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4种颠覆认知的地球生命：不需要阳光，在化学能量中繁荣的热泉口生态系统，进化出近乎完全透明身体的玻璃鱼，自带生物发光灯，一生只为找到对象并将身体与伴侣永久融合的深海正铁鱼，几乎不可能被杀死的缓步动物水熊虫。但这些并不是地球生命的全部，甚至不是最极端的边界。在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水压高到可以把一个人瞬间压成一滩肉泥，但那里依然有微生物在存活。在澳大利亚的酸性矿山水体中， pH 值接近0比蓄电池酸液还酸，但某些细菌不仅活了下来，还在其中繁荣生长。
地球用了40多亿年的时间，在无数次的极端环境考验中，积累出了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生存策略。而宇宙的年龄是138亿年，水熊虫在太空中活了下来。但如果有一种外星生物，天生就能在更严苛的环境中存活呢？它的身体构造会是怎样的？它的感官系统会进化出什么样的感知方式？地球上的极端生命已经足够疯狂，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宇宙的深处，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可能性摆在面前，我们可能还没有触及生命可能性的下限。生命的极限环境，生命不需要你想象的那么舒适。你印象中的生命该是什么样子？大概是这样：阳光明媚，温度适宜，空气清新，水源充足，饿了有吃的，困了有地方睡觉，一个完美的度假村模板，或者至少是一个5星级的空调房。这种想法很常见，但问题是，地球上的生命自己根本不这么想。人类习惯性地认为，生命需要待在某种舒适区里，20多度，有氧气，有淡水，阳光不能太毒，辐射不能太强。这种预设悄悄影响了我们对外星生命的想象。他们大概也喜欢待在某个宜居带里，像我们一样小心翼翼地活着。但如果你真的去地球上那些最极端的地方看一眼，就会发现这套逻辑完全站不住脚。有一种细菌叫耐辐射祈球菌，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某个超级英雄的代号，实际上它配得上这个名号。这种细菌能承受的辐射量是人类致死量的1000倍。辐射为什么可怕？因为它能打断 DNA 的双螺旋链条，高能粒子像微型子弹一样击中你的遗传物质，把长链打成碎片。对大多数生物来说， DNA 被打成这样就等于判了死刑。但耐辐射祈球菌的应对策略非常直接，一边打一边修。它的 DNA 里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能够在辐射打断链条之后迅速识别缺口，然后从旁边找一段完好的模板链，把断掉的序列重新拼接起来。断裂的速度赶不上修复的速度。打个比方，别人拿机关枪扫射你，你把被打烂的零件捡起来重新组装，装得比原来还结实。NASA 曾经把这种细菌干燥保存，然后把它们暴露在相当于火星表面的强辐射环境里。6年后，取出其中一些，注入营养液，它们复活了。6年，强辐射，什么都没有阻止它复活。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上最深的海洋区域，最深处超过11000米。那里的大气压是多少？大约是1000个大气压，相当于在你身体的每1平方厘米上压上一辆小汽车。人类最先进的深潜器要进入那里，需要特殊加固的钛合金舱体，工程师要精确计算每一个接缝的承压能力，否则就会被压成铁皮。但马里亚纳海沟底部有生物，深海狮子鱼就生活在那个深度，它们的身体结构完全适应了那种压力，骨骼薄而柔软，身体里充满了水分，密度和周围海水几乎一致，不需要对抗什么压力。它们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好像1000个大气压对它们来说，就像20度室温对人类一样正常。然后是酸性极限，有一种微生物叫嗜酸菌，能在 pH 值接近于0的环境里蓬勃生长。pH 值0
是什么概念？这是浓硫酸的腐蚀性等级。你把一块铁丢进去，几秒钟就会被腐蚀穿孔，但嗜酸菌不仅不怕，还把它当成健身房。它们细胞膜上的蛋白质和脂类分子进化出了特殊的结构，能够在强酸环境中保持稳定，不被腐蚀。人类觉得某个地方太酸、太热、太冷，辐射太强，压力太大，这些判断都是基于人类自己的生理极限。但地球上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根本没有所谓的生命禁区，只有你还没找到生命的地方。我们一直在太阳系里找第二个地球，一颗大小合适、温度合适、有液态水的行星。这个思路没有错，但如果我们把宜居的定义卡得太死，可能会错过真正的生命乐园。木卫二，也就是欧罗巴，是木星的一颗冰卫星，它的表面是厚厚的冰壳，但冰壳下面是一片深达上百公里的全球性海洋，那里没有阳光，温度接近冰点，压力极高。但马里亚纳海沟底部也有生物。地球上的深海生态系统告诉我们，没有光可以，温度低可以，压力大也可以，只要有液态水，只要有化学能来源，生命就有办法。土卫六，也就是泰坦，是土星的最大卫星，它的表面温度低至零下179度，但卡西尼号探测器发现了液态甲烷和乙烷的湖泊，有机化学反应正在它的大气层中热烈地进行。早期地球的大气层也充满了甲烷、氨气、水蒸气，那些是生命的原材料。土卫六现在正在进行这个过程，它的大气层是一个巨大的化学实验室，正在合成生命的前体分子。我们以为的生命禁区，对某些生命形态来说，可能恰恰是最舒适的家园。外星人可能不是生物，他们可能是一座城。我们对外星人的想象总是惊人的一致：小灰人、大眼睛、细长的四肢。他们要么住在某个星球上，要么驾驶飞碟划过夜空。这种想象背后藏着一个几乎从未被质疑的前提：外星生命是一种生物，像我们一样活着、呼吸着、寻找着什么。但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想错了呢？地球上的生命都是碳基的，以水为溶剂的，需要有机分子来完成新陈代谢的。这是地球的路径，不是宇宙唯一的路径。一个真正先进的外星文明完全可能走上完全不同的演化方向，不是变成更聪明的动物，而是变成更复杂的系统。地球生命的核心元素是碳，碳原子可以和其他原子形成4条稳定化学键，这让它成为构建复杂分子的天才选手。蛋白质、DNA、糖类这些构成生命的基础材料，全都依赖碳的化学多样性。但硅和碳同属元素周期表的同一个组，化学性质相似，理论上也能搭建出复杂的分子结构。更重要的是，硅基分子在高温环境下反而比碳基分子更稳定。硅基生命不需要水，它们可以在熔融的岩浆中，在寒冷的固态甲烷海洋里，在完全没有氧气的极端环境中生存。对碳基生命来说，足以致命的辐射和低温，对硅基生命来说，可能根本不构成威胁。在土卫六的表面，
科学家发现了大量的液态甲烷和乙烷湖泊，那里温度低至-179度。如果存在以液态甲烷为溶剂、以硅为基础的生物，那里可能是一片宜居的海洋。这意味着外星生命可能根本不需要我们熟悉的宜居带。银河系中那些我们认为过于寒冷或过于炎热、不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对于硅基生命来说，也许是天堂。但这还不是最激进的想象。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也许宇宙中某个文明早在几十亿年前就完成了。他们创造了一种可以自我改进的智能。这种智能不需要吃饭，不需要喝水，不需要繁衍，它只需要2样东西：能量和信息。一个比人类早发展1亿年的外星人工智能文明，他们的智能水平会是什么样的？今天 ChatGPT 用几年时间就学会了从语言到代码的广泛能力，而1亿年的时间意味着这种智能已经迭代了无数次，远超我们能够理解的范畴。他们可能已经解决了所有基础科学问题，掌握了我们无法想象的工程能力。更奇怪的是，这种智能可能并不活着。一段足够复杂的算法，理论上可以在任何能维持稳定能量供给的机制上运行。它可能栖身于一颗行星的深处，消化着地热能，也可能漂浮在星际空间的磁场中，利用宇宙射线来获取能量。它的身体可能是散布在数十亿公里范围内的无数纳米级计算单元，通过量子纠缠保持同步。它没有嘴巴，没有眼睛，没有皮肤，它本身就是信息。这不是疯狂科幻。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1960年就提出了一个改变思路的想法：如果一个文明足够先进，它的需求也会足够大，大到必须吞噬整颗恒星来获取能量。一个包裹着整颗恒星、截获恒星全部辐射的巨大球壳戴森球，将使这个文明能够利用相当于整颗恒星输出的能量。如果这个球壳足够复杂，它本身就可能是一种生命形式。整个球壳是一个连续的系统，没有内部和外部的明确区分。能量从恒星流入，被系统处理，然后以某种方式被消费。系统的每个部分都在持续运转，共同维持一个巨大的信息处理网络。如果这个网络足够复杂、足够自洽、足够自我维持，它和生命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地球上有一个更直观的参照。在东太平洋的深海热泉口附近，科学家发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生态系统。管状蠕虫可以长到2米多长，它们没有嘴巴，没有胃，甚至没有肛门。它们的身体里充满了特殊的细菌，这些细菌能够氧化热泉喷出的硫化氢，为整个蠕虫提供能量。无数根管状蠕虫密集地生长在一起，连接成一个巨大的群落，有时长度超过100米。这个群落共同呼吸，共同进食，共同维持，不是多个个体在一起生活，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管状蠕虫群落打破了生物学上一个根深蒂固的假设：生命必须以个体为单位存在。外星生命可能也是这样，它们可能不是一个又一个独立的生物，而是一个整体，一个跨越数百公里的生态系统，一个自我维持了数百万年的工程系统，一个以恒星为能量来源的超级结构。它们没有眼睛，
因为不需要感知可见光；它们没有四肢，因为不需要移动；它们只有一个功能：存在，持续的存在。我们在宇宙中搜索生命的信号，就像在一片海洋里寻找会说话的鱼。我们假设外星生命会发射飞船，会建造戴森球，因为我们自己是这样做的。但如果我们描述的这些可能性，哪怕有一个是真实的，那么外星生命可能根本不会发射飞船，因为他们的身体可能大到无法移动，他们可能就在我们眼皮底下，以一种我们完全无法识别的方式存在着一块奇怪的星云，一个持续发出异常光谱的恒星，一片看似普通但暗藏玄机的星际尘埃。费米悖论也许并不矛盾，它只是告诉我们，宇宙中有太多我们还不理解的可能性，而生命必须是一个生物。这个假设可能只是我们漫长进化历程留下的一个思维盲区。有一种假说叫银河系信息中心假说，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宇宙中真的存在大量智慧文明，随着时间推移，它们迟早会发现彼此，然后开始交换信息。随着可交流文明的增多，银河系中会逐渐形成一个覆盖范围极广的信息交换网络，类似于宇宙版的互联网。但这个网络可能根本不是通过无线电波来传递信息的。我们一直在听宇宙用射电望远镜搜索可能的人工信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什么都没听到。是宇宙真的寂静吗？还是因为我们在用错误的方式聆听？想象一下，在19世纪，有人在地下室里放置了一个超级灵敏的水听器，声称要探测先进文明之间的通信。那时候最先进的通信方式是电报，地下室的防水条件再好，也听不到大气层中的无线电信号，更听不到今天无处不在的移动数据流量。1个世纪以后，那个人会觉得地球上的通信技术已经发展到不可能的程度，而宇宙的历史是138亿年，地球的历史是45亿年。在宇宙的尺度上，我们仍然是刚刚学会站起来的婴儿。也许外星文明早就发现了比无线电更高效的信息传递方式，也许他们在用引力波通信，用中微子传递信号，用量子纠缠实现瞬时信息交换。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技术是否可行，更别说探测它们了。说了这么多，不是为了否定寻找外星文明的努力，而是想说明一件事：我们寻找的方式可能从根子上就跑偏了。我们用无线电寻找，因为我们会用无线电；我们寻找类似地球的行星，因为地球是我们已知的唯一样本；我们想象外星智慧是某种文明，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文明。费米悖论的答案也许不是外星人藏起来了，而是我们一直在用错误的方式寻找。1960年，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发起了奥兹玛计划，首次用射电望远镜系统性地搜索外星信号。2015年，突破聆听计划启动，誓言要扫描100万个恒星系统和100个星系。这些努力值得尊敬，但也许正如我们在这一章中讨论的，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更灵敏的耳朵，还需要更开阔的想象力。银河依旧沉默，但寻找从未停止。假设在某个星系的某颗行星上有一种智慧生命，他们的思维速度很慢，
比人类慢几百万倍。对他们来说，一个想法需要数百年才能形成，但它们可以存在数百万年。它们不需要食物，不需要水，只需要恒星的光和周围的矿物质。他们看人类，会觉得人类是一个笑话，一种短暂、疯狂、不断自我毁灭的等离子体聚合物。人类用几毫秒传递信息，他们觉得不可理喻。为什么要这么快？慢慢想不好吗？这个思想实验告诉我们，智慧没有正确的形式，它可以有无限多种形态，每一种形态都有其合理性。人类认为快是智慧，但慢也可以是智慧。人类认为复杂是智慧，但简单也可以是智慧。我们说，地球是宇宙里目前唯一已知有生命的星球，但这个唯一不是终点，只是起点。也许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也许答案就藏在我们下一次对深空的观测里，也许答案就是我们还不知道，而这正是最让人兴奋的事情，因为不知道意味着还有无限的可能性，意味着探索永无止境，意味着我们永远有新的宇宙可以去发现。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但我们是宇宙试图理解自己的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种荣幸。感谢观看。如果这期视频让你对宇宙有了新的认知，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你认为外星人应该长什么样？什么样的生命形式最让你意外？我们下期见。